Hello， 大家好，我是101的王晴，今天是咱们带粉丝见爱豆系列的第2期。今天见的这位女爱豆是青你的决赛圈人气选手，唱歌、跳舞、表演、学习样样精通。据说参加青你的时候已经从北电保研成功。她的这位粉丝当年因为她的一些话，甚至还改了高考志愿。好了，出发，咱们先去接粉丝。天哪，你从哪儿过来？上海。对，说是因为其实已经改了志愿。我当时高考完了，我是想学考古，然后博物馆那种。我爸就是在那里跟我劝说什么这个专业就是前景也不太好啊。我当时确实是有点动摇。他当时就是参加考古之后，出发之前有一个生日就是说，他说就是做一个还挺需要勇气的决定，就是他再选专业。就他也属于一种觉得已经参加过一个选秀了，但是还是想试一下。对，这个专业就开始念了，就还挺喜欢。哦天哪，好可爱！我当时做这个时候手边没有照片，就剪了一张我自己的信用卡。哦，这还手工做的，好好看。怎么来北京了？天哪！怎么给你？天哪，他手工做的。好可爱，好可爱！我们见了很多次了，大家都好朋友。天哪！我们刚刚还聊到追星的那种内耗话题，很多那种粉丝就是可能都不会被偶像记得，因为我知道他们平时做了很多，但是确实我能回馈他们的东西。还挺多，就是有路人会刷到你的视频，最多的评价就是感觉好久没有看见徐静了。他当时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喜欢他，然后觉得有点可惜。每次看到这样评论，我都有点无奈。你明明就是一直有在工作，有在做很多事情，你会就是对这样的生意有什么感受吗？我还蛮感谢的，因为其实这样说明大家还记得我，对我有认知。说实话，像节目期间这种高强度的曝光是很难得的机会，包括现在很多顶流艺人都没有办法维持长时间的做到这样的位置曝光。现在可能没有前几年从流量上来讲那么的辉煌，但是我也一直在做很多东西，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在摸索我自己的人生道路。因为流量，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流动，人生也会有高低起伏，也会有下坡的时候，也会有爬坡的时候，也会有登顶的时候。但其实低谷的时候是更容易思考出东西的。我很多想开了的瞬间，都是因为某个打击，或者某个失败，或者某段时间的沉寂。所有的这些发生的东西，它都是有意义的，都是会让你成长的东西。你的经历其实就影响了他，而且我觉得你好厉害呀！你竟然北电读完之后又读了研究生，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保研了，所以咱优秀的粉丝也保研。因为我这还挺欣慰的，就是我的粉丝都很优秀。那你小时候是不是也追星？这都很神奇，因为小时候追星，所以有这样的爱好和想要成为这个职业的想法。那你一开始还去了 JYP， 然后又去 SM 面试，后来又考了北电的表演，又参加了青你。那你当时是怎么参加上了青你？其实最早我想去创啊，怎么没去啊？因为那时候公司是个演员公司，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觉得你没有什么收益，对，不看好，所以没去，当时蛮可惜的。亲着就下定决心要去，然后位置还换了个公司。那你参加上青，你觉得在里面卷吗？卷啊！我们都不睡觉的。我们一般顺位发表完了，录到凌晨1点，然后直接换了衣服进练习室开始分趴。分完之后3点到4点你回宿舍，第二天早上9点开始要练，因为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导师要来看。我觉得女生青是最努力的。我从观众视角来看，就是这种感觉。那你现在还会说是对这个事情有执念，就是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经历过有执念的那个时期，但是其实那种执念并不一定会让你走得更好，反而会让你的心态会失衡。所以我现在更多的趋向于就是我去做，然后我不抱任何目的性的想法。其实这个职业一定程度上给了我很多自己思考的时间，就是有一些深度采访能给到我一些这样的口子，去输出我每一个阶段我自己悟出来的想法，包括我写的歌也好，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好的影响。确实有影响，包括他的高考的选择，都是因为你当时的一句话我在信里写到。对，我在信里写过。那你是属于往内走的，你又不是很喜欢发小作文。我不会写小作文，但是我会写那种一句一句的那种一瞬间的感悟。你很久没发了。最近文字有点匮乏。就是不是有一些人会说要虐粉之类的，就是大家就是有那种担心啊、心疼的情绪在的话，可能年纪会更高。就是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一切的自然流淌，我相信缘分。比如说他回归他自己的生活，或者他接触到更能带给他好的体验感的 idol 的时候，我是觉得更是 OK 的，我是不愿意用这种东西去捆绑他。
包括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有一个粉丝，就是从我搞翻唱10几岁开始，他陪伴我从高中到现在，我也陪伴他从高中到生小孩。他去年生日会还来看我，带着她的老公和肚子。就是你说他会为我到现在很热血的做数据这种吗？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但是我在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位置。有些人他可能不在微博上或别的平台上出现，但是其实感觉就是喜欢过你的人，他们都是就是还一直有在喜欢你，偶尔还会来看看我就够了。他都不怎么表达，你们还能看穿他的内在，就是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接收到了，就是一种平静感。我其实头像也看不出来。我们上次给你带那个牌子，就是那个我在上海很想学飞，现在已经好多粉丝在我用那个。我的粉丝也是间歇性发疯的人。我有一个粉丝突然剃光头来见我女生。我说实话，我也在很努力跟你同步一下目前的状况。自己出来了之后，也在搭建团队，所有的东西也在不断的接触、筛选和甄别当中。然后其实一直也有在录出来。但我觉得你是不会在那种半夜突然发一张练习图的那种人。但是其实我半夜还蛮经常在练，就是不喜欢说那些漂亮的话，但是会干一些就是从我们感情上有感觉，就是过去这1年有变得越来越好，有种非常专业的感觉。我有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产出的东西有要求，对，有要求。所以哪怕我费点劲，或者是辛苦，或者多花点钱、多花点时间什么的，我还是希望呈现出来的东西是我能力范围内的最好。那你会有那种突然就觉得很烦，就不想干了的时候？当然有啊，摆烂。而且我现在有时候需要享受摆烂，以前的时候我摆烂我会焦虑，很多东西都是事缓则圆的，这个事情没有解答的时候就放着。我以前是那种，如果我下周要出门，最好就是要提前1周把我下周的计划想好。但是我现在好像去年开始就好一点，可能是追现象的事。发现计划没有用是吧？就顺其自然，因为一切的发生都有理由，不要用你自己小小的脑袋去框死可以体验、可以经历的事情。当然，该计划的还是要计划的，不能说完全没计划。两个真人，对，两个真人在这讲，一定要顺应自然。在徐子英和粉丝妹妹身上，我又一次体会到了那种萤火和光源的羁绊。其实我经常会想，追星追到最后，是不是就是在追另一个自己？他在练习室镜面中重复着晨昏，正如你在考卷前奋笔疾书，而他对舞台的那种热望，也会成为你做人生决定时的一剂强心针。你发现，粉丝和偶像不再是单纯的数据、金钱、情绪交换，而是平行世界里的那个自己终于得以见面。那么下次记得说一句：你好吗？好久不见。